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发言成抽象派，主持人笑得合不拢嘴。直到看到王一博在采访中再次因为发言而显得无所适从，才意识到当时央视为什么会选择直接进行批评。粉丝所称的搞抽象，永远无法作为真文盲的掩饰。此次主持人的现场表现，也揭示了芒果台急于退货的真正动机。最近，关于金鸡影后选拔的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。00后的李庚希战胜马丽获得了金鹰影后，众多网友对此提出质疑，认为存在走后门和黑幕现象。然而，王一博在现场却坚定地维持着自己的形象，显得有些呆滞。王一博因热烈而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，尽管最终未能获得影帝称号，但能够获得提名依然是一份巨大的荣誉。于是，在后台时，主持人在采访剧组时，特别提到这个问题，希望王一博能够发表他的看法。毕竟这是在无名之后再一次获得提名，之前就被指责为文盲，现在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。在主持人热切的注视下，王一博举起话筒发表了他的感想。十分荣幸。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感受，主持人当场呆住，立刻接话，催促王一博多分享一些。王一博随后的举动让主持人感到无比尴尬，几乎要五指称帝了。我感到无比荣幸，无比荣幸，真是无比荣幸。粉丝们看到这一幕，都纷纷称赞王一博是当今娱乐圈的活传奇，简直就是抽象艺术的化身，随便一句话都能引发爆笑。当王一博说完这句话时，旁边的主持人和嘉宾纷纷强颜欢笑，以掩饰这场尴尬的局面。毕竟在这种场合适当的搞笑是可以的，但这样太过抽象是否对场景不够尊重呢？评论区中有些人再次提起了王一博文盲的议题，毕竟他曾表示会努力学习，提升自己的知识，所以又是在胡说八道了。早在之前，王一博文盲的事情就引发了不少讨论。在2023年举行的广电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上，王一博作为新一代的代表受邀参加。王一博身穿休闲服，与其他身着正装的人显得格格不入。可能是为了增加网络曝光率，王一博发言时专门有人进行录制，并将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。在视频中，王一博专注地阅读眼前的文件，他保证会认真遵循行业的道德规范，强调要了解法律、理解法律、遵守法律，绝不触碰底线。不过，在此次发言中，有一个微妙的瞬间被网友们注意到了。王一博在发言时将行业中的 han 误读为 sim， 随后立刻进行自我纠正。尽管他迅速修正了错误，但这种潜意识的反应显示了他的知识水平。另外，在陈情令的时候，王一博在接受采访时，为了更好地展示角色，主持人提醒他在小黑板上写下自己的角色名称。王一博准备写字时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忘记了蓝这个姓的写法。他想要向主持人寻求帮助，但摄像机始终对着他，所以王一博只能写下忘记这2个字，毕竟蓝湛这2个字他根本想不起来。在这个信息时代，我们的生活中，除了上学时，几乎没有人手写文字，大家都依赖手机进行交流，轻松一说就能让 AI 来帮忙，因此偶尔忘记1-2个字也是很正常的。
但是能够把自己名字写错的人，可能就只有他一个了吧。一位网友提到，在追星的过程中，他曾获得王一博的几张签名照片，但这些照片上的签名一直不一致。起初以为王一博是在辨别真伪，经过仔细研究后才发现，原来是他对自己的名字不太熟悉，常常搞混，或者是缺了胳膊，或者是少了腿。在《陈情令》播出期间，为了宣传这部电视剧，剧组特别邀请了娱乐杂志的团队，通过举办游戏活动来提升节目的吸引力。在你画我猜的环节中，肖战竭尽全力的去形容这个成语，但王一博却一直无法猜出答案。肖战被迫提到了与鳖相关的成语，王一博则一直在认真思考，最终他说出了伸手抓鳖。如果不是肖战明提到，王一博可能还不知道瓮中捉鳖这个成语要等到猴年马月呢。当时就有网友批评王一博的文化素养不够，认为以他的水平竟然能够在芒果台担任主持人，这是否说明他有后台支持？随后，王一博在转发天天向上的一条微博时，竟然出现了一个常识性错误。他居然把湖南当成一个城市来认定，成为了一个公认的芒果台的宠儿，却完全不知道自身的状况，真是白白在湖南台辛勤工作了这么多年。而且，王一博有时甚至连字都不认识，更不用说把湖南当成城市了。这一连串的行为令粉丝们明白了他为何被芒果台退回。在王一博担任主持的某期节目中，他在公共场合中连续6次读错字，甚至连自己最大的赞助商对于他的称呼也出错了。在节目中，赞助商宣传的口号是在网上学习英语，孩子口语流利，学习效果佳。然而，王一博表示在线学习英语对孩子的口语能力提高非常好，学习效果出色。汪涵的眉毛随着王一博广告的结束而颤动，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播出失误，必须迅速找到解决方案，不然会给台里带来困扰。随后，王一博被要求朗读急急如律令，但他却将其读成了急急如令律，甚至连浸润中的浸字在他嘴里听起来都格外生涩。王一博的一系列言论使大家忍俊不禁，纷纷用可爱来为他解围。多年后，王一博曾给汪涵的手写信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经过大家的深入研究，纠正了不少语法错误。在这篇200字的小作文中，竟然存在10多处语句错误，其中包括标点符号的误用、用词的不当以及句子不够流畅等问题。尽管存在许多语法错误，令人欣慰的是，这次竟然没有出现错字。在观看了王一博众多文盲案例之后，央视因此特别推出了一个专题，标题为《绝望的文盲》，提到了王一博、靳东、狄天林和赵露思。本文主要讲述了王一博在参与无名演出时，对角色的理解不够深入，以至于在观众提问时，他回答的有些吞吞吐吐，甚至说出了那些经典语句。我不确定应该如何回应。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太重要。在这种一无所知的状态下，观众自然会进行评判。作为演员，最根本的要求是对所扮演角色有深入的理解。当观众询问角色的亮点时，王一博竟然表示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当问到王一博对自己所饰演角色的看法时，这简直可以算是语文课本中的必答题。王一博表示，这类问题没有太大价值，自己也无意多说什么，因为双方不会见面。一旁的同事吓坏了，立即采取了补救措施。
当时在央视网发布的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他是绝望的文盲，众人普遍认为王一博可能会面临软封杀。尽管如此，由于他的商业潜力巨大，许多人对王一博仍然抱有很高的期望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长空之王因王一博的迅速走红而匆忙在5·1档期上映，而与黄渤合作的舞蹈影片《热烈》也在同年的暑假与观众相聚。王一博与周迅合作的短片《我的朋友》成功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短片竞赛单元。这些主要影片在同一时期的票房表现都十分出色，再次证明了王一博的高人气与实力。随着口碑的传播，中国网日前对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可以说无名让他成名，也可能让他失利。通过王一博的辛勤付出，大家逐渐开始回忆起他的成名历程，也理解到文盲这一称谓其实并非无可指责。当年，为了追寻梦想，王一博在读初2时决定暂停学业，前往韩国参加街舞比赛。为了让他安心，父母在韩国为他安排了学校，那所高中曾培养出许多明星。王一博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，在舞蹈比赛中脱颖而出，被乐华发现并成为练习生。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因而耽误了学业，导致他的文化水平停留在高中。然而，韩国与我们之间的教育体系存在显著差异，这使得王一博对许多成语和汉字不熟悉，基本的断句能力也欠缺。网友们的质疑并非只是单纯的嘲讽，而是希望像王一博这样的顶级偶像能够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。这些偶像反映了整个社会以及我们对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关注。如果真的变成了文盲，那么终将有一天，王一博会被取代，他曾经的顶尖地位也只会成为短暂的记忆。粉丝们的包容与理解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同样也应当对自己的偶像进行监督与鞭策。唯有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，明星们才能更有效地肩负起塑造社会价值观与文化影响力的责任。就像我们的草根演员王宝强，早期在接受采访时，他在镜头前坦言自己没有接受过教育，识字的数量也不多。只要采访内容比较深奥，我就听不太懂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剧本，他在表演期间决定随身携带一本字典，以便查找不明白的内容。这样可以使自己更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定位和内涵，从而更好地进行表演。只有在文艺上全面修养，才能称得上是文艺工作者。也希望娱乐圈中的绝望文盲能够认真努力，凭借自己的实力去摆脱这个称号。井号王宝强被举报涉嫌欺诈井号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